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信号不太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没事吧？啊，我们没事，小宝贝没事啊。哎，这边是南京环城公路，从南向北方向有6辆车的事故，你们赶紧派救护车过来。对，有人员受伤，还有救火车。8点50分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京环城高速由南向北滨海出口附近。我身后发生了一起多车连环追尾的重大交通事故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非常的紧急，目前警察、消防、救护人员已抵达现场进行现场救助。我知道，我理解。你们的情绪我都理解。但是你们听我说。好，我知道。您是？你好，最高院刑庭的鲁南，你们吴队叫我过来的。您受伤了？啊，没事。别激动，我别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哎，吴队你好，抱歉让你久等啊。铁路上请讲。好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不会吧？我第一次到南京。带卢法官去会议室。行，这边请。哎，卢法官。好。你们不停在会议室啊，我处理一下就来。知道了。副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是江州行政支队的乔政委。哦，您好，最高院刑庭鲁南。你好。吴队这回有事，他一会儿过来。哦，我刚才碰见吴队了，门口有几个被害人家属在围堵律师，他去处理一下。啊。您看我是在这儿跟您汇报。金港的案子不急，你先看看这案子。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今天把你叫来南京，除了汇报案子，就为……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们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，但法律是要走程序的。程序？我姐姐都走了9年了。9年了，你们年迈伸手，现在都没有个说。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，死刑是需要走复核程序的，好吧？请你们再等一等，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。我们等不了了，必须要严惩凶手。你们要法律一定会还你们公道的。对。你们先回去好吗？请相信法律啊！相信法律。您好，这里是四星区交通支队，刚才是您在滨海出口报的警吧？啊，是我。怎么称呼？鲁南。哦，是这样，我们要麻烦您来支队做个笔录，协助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现场情况。如果您有受伤或者经济损失的话，也好一并处理。啊，这样，我现在这边有个比较着急的工作要处理，等我处理完了，我尽快赶过去，好吧？不是你这刚到，要急着去哪儿啊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啊，晚上我得去上海赶车去金港啊！领导，您赶紧让我给您汇报金港那边案子的情况吧，我书面报告都写好了。不，你先听我说，金港的案子不着急，回头再说。这边有个案子需要你协助一下。怎么？有什么棘手的问题吗？这是咱们庭承办的另一起死刑复核案件。
案情虽然牵扯到南京和江州2个城市，倒也谈不上有多复杂。这样，你一会儿把案卷看一下。啊。哦，等等，那个去趟洗手间，照照镜子，收拾一下自己，拿点下管最高院的法官。好，出门左拐。哎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你又来干什么？还嫌不够乱啊？田阳的案子，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哎，久等了。哦，你先看看案卷。哎，有什么疑问，乔政委也能向你解释。哦，9年前的案子啊。对，9年前，在我市汉江区接到一起失踪报案，失踪人刘凤军于5月9日下午离开家后失联。根据家属提供的信息，刘凤军失踪当天携带了人民币10万元，打算去吴越广场换汇的集散地，私下换一些美元。根据这一线索，辖区民警多方摸排，通过走访得知，在下午的5点多，吴越广场绿豆汤摊子曾见到刘凤军随一男一女自广场离开。刘凤军遇害以后还被分尸了。第一部分尸块是在她丈夫报案后1周，也就是5月16日，在汉江西区跨海大桥下的浅滩区发现的。此后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又先后在汉江区和雁江区都发现了尸块。初步推断，应当是一起财产动机的故意杀人案，而嫌疑人很可能是以换汇名义将刘凤军带离吴越广场的一男一女。杀人和分尸用的同一把刀，而且这把刀还出现在另外一起刑事案件。说起来，这把凶器的发现时间甚至要早于确认刘凤军遇害的时间。5月11日。在汉江金汇夜总会附近，有2伙年轻人因为在夜总会发生摩擦，爆发了冲突，双方一路追打。其中一名男青年在路边的垃圾桶里捡到了这把猎刀，并用这把猎刀捅伤了对方一人。走了，抓人了！哎！警察及时赶到，把两边的人都抓了。这没有护手的刀，就是容易伤了自己。这刀上一共提取了5个人的 DNA。当我们把被害人刘凤军的 DNA 信息录入到信息库后，立刻就跳出了这个比对结果。我们才知道，原来凶器早就被起获了。伤人者的血留在了刀上被害人的血。刘凤军的 DNA， 田阳的 DNA， 还有一个不明身份者的 DNA。很幸运，在这把凶器残留的白细胞中，我们都提取到了 DNA， 其中有2组是与被害人刘凤军以及被告人田阳相吻合的。看来你对这案子挺了解啊，我也甭翻了，干脆你给我讲讲算了。之后的情况我更了解。还是我来说吧。当时虽然从凶器上提取到了 DNA， 但是被告人田阳还有李梦琪并没有犯罪前科，也没有 DNA 存档。再加上吴越广场人员构成复杂、流动性大，排查起来十分困难。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，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。直到今年年初。我市经侦人员对于本市的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涉嫌贿赂海关人员，对董事长田阳采取了强制性措施。田阳被羁押之后，他的指纹、脚印还有 DNA 信息，我们都按照流程采样，并且录入了公安部的信息库。
这不到1个小时，对比结果就出来了。主办室电脑警报响得满楼道都听得见。命案优先，这个案子当天就交到了我的手上。田阳就是9年以前在江州杀害刘凤军，并且将其肢解抛尸的人。之一，我看他还有个同案李梦琪。但是判决没他，还是人没抓着吗？就是因为李梦琪，你们老大才会来南京。哟，杨哥，这晚还忙着呢。这个吴队是您的？我发小，一起在审计局大院长大。她第一任老公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的老公是我法官进修学院的同期。哦，不，您这可是公事私事一起抓，甭瞎打听这些啊！总之，这案子在张涛手里复核了好几个月了，该提讯也提讯了，各阶段的证据全核实过，走访也基本完成了。我跟吴队沟通过这个案情，都认为对于这个案子，要慎重、慎重再慎重，不要紧赶着让这个田阳去死。刚才吴队他们不也不说了吗？这个李梦琪8年前结婚，1年之后就失踪了，现在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这跟我在金港复核的那个案子倒是有点像。咱们有一句词儿叫做另案处理。怎么个另案处理？我是说，甭管这个李梦琪归不归案，他都不会影响对田阳的刑罚执行。还真不好说。从预审开始，到张涛复核过程中提讯，这个田阳什么都认，只有一点，他坚称将被害人刘凤军带回他们租住的地方后，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，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。就这一点上啊，如果有李梦琪的口供来印证，自然是更完全。完全不完全的，也不会改变田阳的故意杀人罪。师傅，我马上过来，这李稍等啊。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？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？首先，吴越广场的目击证人证实，刘凤军是跟着一男一女离开的。其次，审讯田阳的时候，他准确地说出了李梦琪的各种身份信息。江州刑侦支队先后进行过3次照片指认，每次他都能够准确无误地从几十张照片中指认出李梦琪。第三，李梦琪结婚前曾混迹多处娱乐场所。江州警方找到了2名那一时期跟他相识的歌厅小姐，虽然时隔太久，他们无法明确地指认田阳，但却透露出李梦琪当时租住的地方，恰好就是田阳杀人分尸的那个筒子楼。那筒子楼现在还在吗？你说呢？9年了，对，早就推平盖写字楼了。都9年了，您觉得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？这案子不是张涛负责吗？哎，他人呢？哦，他跟乔治啊，哎，领导，您在他跟乔治现在也在江州，也在调查核实李梦琪的相关情况。哎，领导，您先别着急走，您得给我指条道啊！我就这几个小时，您让我到哪儿去给您找李梦琪去？鼻子底下是什么？吴队和乔正都在，自己去问去。那2位你也看到了，他明显就不对付呀，这说话都夹枪带棒的。你尽量配合就好，这是他们公安主导的案件调查，人家内部有什么分歧，不关你事，你别在这推三阻四的。你别忘了，你金港的案子要组合议庭吧？你算上方院，你还差一个，到时候你可别来求我。啊，领导，咱一码归一码啊，您可不能拿金港的案子来要挟我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叫要挟？我还不能给你布置任务了。这2边都是咱们的案子，需要分那么清吗？不是，领导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啊，别耽误事儿了。去核实一下李梦琪的情况。别啰嗦了，赶紧去干活去。哦，对了，别以为我没问你就不知道了，你是遇上车祸了吧？受伤了没有？我是说除了脸上。我没事儿。赶紧换身，赶紧的啊，注意形象。好了，走吧。法官，
法官您好。啊，你是刚才那个？是的，是的。我是田阳的律师，我姓冉，叫冉森。哦，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知道您是最高院的，是不是跟我当事人的死刑复核有关？我不是想替田阳喊冤啊，但刘凤军真的不是他亲手杀的。对不起，这个案子不归我负责。那个，你是律师，你应该懂规矩。这案件是张法官承办的，没错，但我向您反映情况也不违反规定啊。而且我认为，在这起案件的调查上，本市公安人为架设了很多障碍。那你应该去找督察或者纪委，懂吗？李梦琪只要一天没有归案，就不能确认是田阳实施的谋杀。如果是执行死刑之后才将李梦琪抓到，就只能听他的一面之词了，这样对田阳很不公平。这话你刚才怎么不跟死者家属说去啊？吴汉副队长知道李梦琪的下落。哎，最高院这哥们儿，怎么刚来就跟田阳律师搞到一块儿去了？卢法官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？随便。那我就看着点了啊。哎，麻烦给我拿一下这个。来，您拿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好了，给你了啊。谢谢啊。也不知道您爱吃什么，我就胡乱点了点。都行。水。谢谢。你刚才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什么意思啊？据我调查了解，田阳和李梦琪其实一直没有分开。虽然后来在江州，李梦琪傍上了大款，但最终还是追随田阳来了南京。是吗？那我八卦一下，既然这个李梦琪都已经追随到南京了，那为什么田阳又娶了别人呢？因为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什么意思啊？田阳来到南京之后，成立了斯塔瑞进出口贸易公司，但短短几年，斯塔瑞就成了南京排名前10的纳税大户。说这些全靠进出口生鲜，您信吗？你把话别说一半啊！既然已经说了，就把你知道的说说呗。我是斯塔瑞的法务，虽然财务记录我看不到，但我一直怀疑，除了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外，公司在暗地里同时境外走私。那你怎么不把这些跟相关部门反映呢？第一，我没有实证；第二，我端的是公司的饭碗。所以你老板被抓了以后，你就变成了他的刑事辩护律师。田阳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当事人，不管是职业属性还是私心，他的个人权益都应当是我放在首位的。那田阳公司帮这个走私集团洗钱，他跟李梦琪是什么关系呢？南京最大的走私团伙基本上控制了东江港和北坞，也就是2个最大的口岸。据说这个团伙的头是个女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李梦琪在南京见不得光。李梦琪是个女的，没错，但总不能是个女的就是李梦琪吧？当然不是。哎，谢谢。虽然我觉得这个走私团伙的头目是李梦琪无凭无据，但这起码算是一个方向吧。我多次向警方反映，他们完全不理会。我甚至当面向吴队强调过这个调查方向，可他给我的回复是，与本案无关。等会儿，你之前可是说吴队知道李梦琪的下落，但是你现在这个意思，感觉你好像是在跟我暗示，这个南京刑侦支队的副队长是本地最大走私集团的保护伞啊。
咱们的人正在赶往医院确认身份。放大，再放大。吴队到底是什么人，我不好断言。但田阳宁可接受死刑的判决结果，也从未提起这个走私团伙一个字儿。走私也好，洗钱也罢，总不可能比故意杀人更严重吧？田阳宁死也要保护的女人，您觉得最有可能是谁？所以你认为吴队对这件事情选择性失明，是担心？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啊。这个走私团伙的头就是李梦琪，只是走私的话，不涉枪涉毒总不会是死罪吧？可如果有别的死刑罪名产生，那我想他不会顾及再把谁供出来。田阳的案子已经到了死刑复核的阶段，我们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。你要是有任何的疑问，走程序上报。你的这套逻辑啊。不能说是口语不通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话说的有点过，但确实是有点牵强。而且我刚跟你说了，我不是这个案子的承办人。不管您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，但我知道您是外来的，您不会受南京各方势力的影响。不管这个田阳他该不该死，但是我觉得啊，有你给他做律师，这都是他的幸运。哎，这个江州来的乔政委，你认识吗？凶杀案发生在江州，乔正是江州方面这个案件的负责人，他对这个案子格外上心，常跑来南京。因为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，所以也询问过我几次。所以你对李梦琪的猜测，你也都跟他说过了？乔正其实还是很认可，他对李梦琪这个人很关注，很多关于李梦琪的重要信息都是他带。那乔正怎么看吴队啊？我没敢在他面前加个微信。好。我想你。卢法官，我是法官，你是律师，不能吃你的请，谢谢了啊。两位领导，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，总拖着一起复核案件不给出结果，是没有办法向社会公众交代的，尤其是被害人家属。一起陈年旧案，汇集了3地的司法人员，还不够特殊啊？特别是让江州支队的政委都亲自到南京来了。吴队这边对案子一直没放手，但您太忙了，我也是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行了，我队里还有事，那审判员回来了再叫我。卢法官，乔正，你这是在等我？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？这比我现在正在金港办的那个案子比的话，这样算还可以吧？我是说在会议室那个局面。那也没什么。吴队跟我们领导希望我们能对这次的案子复核慎重一些，所以呢，你觉得有必要走到这一步吗？田阳这个案子啊，在很多环节上都有操作的余地。公安这边可以延长侦查的时限，检察院可以推荐要求补侦，南京中院在判决上也可以斟酌，判个死缓，再限制减刑。我估计田阳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我是说，这案子一路速审速判，到最后让你们做死刑复核的慎重再慎重，不奇怪吗？可这也正是吴队找到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对这次案件复核慎重一些的原因呢。他就是希望能有时间找到这个下落不明的李梦琪。可是谁在找？怎么？你是觉得南京公安这边办案有问题吗？还是觉得
有人希望田阳死。我没这个意思，只是案子推到现在这个局面，我有一些疑问。邱正，你作为江州刑侦支队的领导，这个时间与其在这儿督战，还不如回到江州去加大寻访李梦琪的力度，来得更有效一些。东江港那边的走私团伙头目叫陈曼，也许是个假名。这不会也是听田阳那个律师的说辞吧？某种层面上，他知道的没我多。那具体的呢？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30出头的女性，身高1.67米左右，体态偏瘦。这些特征倒是跟李梦琪比较接近，但是这南京跟这个特征接近的女性，少说也得有个10万8万的吧。据见过她本人的透露，这个陈曼的脸上有明显的整容痕迹，而且不止一处。这些信息对你们公安来说有用，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。我是个在南京不方便执法，我更是一个在哪儿都没有执法权的审判员。这事儿啊，你呀，还是应该去找吴队。但吴队可是拜托了你们厅长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圈里有我电话。是李梦琪临时起意持刀杀人，他只是协助李梦琪分尸和抛尸。李梦琪怎么就突然失踪了呢？你能不能仔细的看看案卷？江州警方始终没有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，导致这个案件一拖就是9年。我们做律师的，随时可能要见客户，备几套适合不同场合的衣服，能节省点事。那什么，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我这时间比较紧，也没空去买衣服。我看咱俩这体型也差不多，能不能借我一套我换换？你看我这啊，当然可以。您卖我一身啊？不，您随便挑啊，就当我送您了。哎，别那么客气。哎，对，你以后说话呀，别老您的啊，太客气了。你看你这牌子我也买不起呀。你送了我也不敢要啊！哎，这都可以啊。哎，好，我就是借穿一下啊，回头我干洗完了还给你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哎，对了，东江港和北屋哪个你比较熟啊？我这人生地不熟的，多谢你带路啊！我打个电话。哎，乔丽，你好。什么事儿，陆反派？不好意思打扰了啊。江湖救急呀，问你个事儿，如果你打算走私的话哈，你会怎么入手呢？什么叫我要搞走私啊？我不搞那玩意儿。我是说如果。那要看走私什么东西了。比如说像什么保护动物啦，啊，医疗器械、人体器官，什么汽车导弹、豆包咸菜，什么都可以。我想用什么样的运输方式呢？海运。那我得先找一个合适的码头。怎么个合适法呢？现在哪儿啊？南京。杂货码头呢，不方便运大件儿；专用码头呢，监管非常严。那好歹你得先找到一个通用码头，就比如东江港。那我运气真不错，我现在就在东江港。卢法官，办案不能靠运气的。啊，对了，你干啥呀？这事儿跟朱红的下落有关吗？
跟金港的案子没关系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。到了码头，然后呢？躲避海关监察呀。怎么逃？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啊，是你说的这个江湖我没混过。好吧，好吧，谢谢了啊。哎，等会儿。哎，你是介绍的绍，朝廷的廷，没错吧？你们家就你一个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呀？哈哈，没什么，就多句嘴。行，那谢谢了啊，回头再联系。罗法官，咱们来这儿是要查走私？查走私这事儿用不着我，不是你说李梦琪有可能是走私团伙的老大吗？你离开金港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你接触过走私案吗？我说你懂不懂走私？哟，你不是跟我说没有下海的打算吗？我现在在南京有急茬啊，我就问你啊，走私团伙利用码头走货的话，我怎么才能找上这帮人呢？嗨，这事好办，你呀就找这个码头上最大的物流商，你就跟他说，你兄弟，我现在有上亿的货物要进口，但是又不想交税。麻烦你指点一下，这猪头应该往哪个庙里送呢？哎，别开玩笑啊！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急茬，归不归我管这事儿，它也不归你管。行，赶紧的。这么说吧，既然是团伙走私，那么人家该打通的关节早就打通了，该伪装的地方你也绝对看不出破绽，所以你别指望找对了码头就能发现什么线索了。那物流部分呢？物流公司就负责搬东西啊，那杀人犯也是通过美团叫外卖的，好吗？那如果换了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，你说这个走私团伙成规模吗？规模不小。我会从仓储下手。成规模的走私团伙，大宗户必须有地方暂存，港口和进港的仓库临检的风险很大。如果把货物直接送到下家门口，那也不太现实。从港口到内陆之间的中转仓库是首选。接下来呢，要留意一下码头各批次货物的物流走向，看看哪一些是不在这个口岸停留，直接运到中转仓库。当然，这其中有很多正规合法的进口贸易，但至少可以缩小你的筛查范围。剩下的，那只有靠定点摸排了。物流交接是否用现金，有没有套号的集装箱等。走，不让进吗？不让进，好，快！好。反正总之吧，哎，你找到线索也好，找不到线索也罢，这搞走私的团伙可盐可甜，你小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好了。哟，陈师傅，师傅，快先给我起了吧，来不及了，我得上班去了。哎，陆法官，下一站去哪儿？去这儿。他们见过你吗？谁们？走私团伙？当然没有，我连走私这事儿都是猜测的。别紧张，我就是这么一问。把你名片借我用一下。你要这个干什么呀？我也没啥能做的，我在这儿也就待几个小时，碰碰运气吧。师傅，你好啊。
我是斯塔瑞的，我们公司一直用你们这儿做转运仓库，我今儿来看窗户。斯塔瑞法务？嗨，什么法务？就是给老板跑腿擦屁股的。来，大热，烧口啊！这货是你想看就能看得了？曼姐的货，曼姐的货，你等等啊。喂，我这儿来个人，说是斯塔瑞的。地方对了，你原地等我。下梯，车内上来了，不能上来，不能上来，下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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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能上来。对不起，对，下梯，下梯。不好意思啊。你干嘛的？我看你裤裙溜达半天了。你好，我是斯塔瑞公司的法务，我要找曼姐。找错地儿了，这儿没有什么曼姐，赶走。斯塔瑞公司帮曼姐带货，你们应该知道啊。哦，当然了，如果你们层级太低，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斯塔瑞我当然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们老板现在已经进去了。那你应该也知道他在里边这曼姐的事儿可什么都没撂，要不然你们现在还能在这儿劳动货呀？啊？这怎么的？威胁我呢？谈不上威胁，生意嘛，好合好散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是想替田总的家人要2人家费，啊，当然这事儿你们也做不了主，让我去跟曼姐聊。曼姐现在不在南京。她不在南京？啊。得。那我改天再来，或者让曼姐跟我联系也行，名片上有我联系方式。哎，等会儿，冉律师，既然来了，别着急走嘛。曼姐虽然不在，但有些事儿我们哥俩还是能做主的。要不咱换个地儿聊？行。车帅啊！别瞎看，这边，在这儿等着。薛哥，薛哥，检查一下，给我。手机呢？手机给我。进去吧。哎，你干嘛你？这些东西我们帮你看着。进去。
坐，冉律师。您好，您怎么称呼啊？曼姐的事儿，您能做主吗？你很着急找曼姐啊？田总被判了死刑，人一死啊，就说不清楚了。所以有些事儿呢，最后还提前跟曼姐说清楚比较好。冉律师，这曼姐跟斯塔瑞的关系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是斯坦瑞的法务，您说呢？你不是冉芬啊？你谁呀？笑哥是吧？别紧张，别紧张啊！其实我是不是冉森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只要知道，我跟斯坦瑞跟曼姐的关系都非常紧密，这就够了。不然的话，我也不可能来到这儿，对吗？很好，这小胖是法官。解锁。你答对了，我确实不是冉森。来，麻烦你过去，那边去。把他绑起来啊！哎，我操！你要想活着出去，你赶紧动动手吧。法官大人。哎，你啥呀？进去。